欢迎来到茫茫书海，一起来听听看看，给尸体化妆后，我穿越成了太子妃。一个现代入殓师穿越到古代当起了仵作。我一个给死人化妆的，现在要当法医了。留在古代，协助调查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只想回家。我说，没有你的地方不是家。他说，我发誓此生绝不负你。内容生动有趣，结局完美，我猜你一定喜欢。死者女性，25岁左右，面部需要重点修复。林小满戴着橡胶手套，轻声念叨着工作笔记，手中的粉刷轻轻扫过面前女尸苍白的脸颊。殡仪馆的冷气开得很足，但她额头上还是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这是她成为入殓师后独立处理的第3具尸体，前2次都是老人，这次却是个遭遇车祸的年轻女孩。林小满格外小心，仿佛对待一件易碎的艺术品。眉毛要画得自然一点，她俯下身，突然发现女尸的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古朴的银戒指，上面刻着奇怪的花纹。奇怪，家属没提到这个。出于职业习惯，她轻轻触碰那枚戒指，想确认是否需要取下交给家属。就在她的手指碰到戒指的瞬间，一阵刺目的白光从戒指上爆发出来。林小满只觉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。仵作大人，您发什么呆？王爷等着回话呢。一个粗犷的男声将林小满惊醒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跪在一张硬木床前，床上躺着一具穿着华丽古装的男尸，周围站着7、8个穿着古装面色不善的男人，其中一个正把明晃晃的刀架在他脖子上。林小满低头看自己，身上竟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古代长袍，腰间系着粗布带子，手上还戴着一副粗糙的麻布手套。穿越了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说啊，世子是怎么死的？持刀男子厉声喝道，刀锋又逼近了几分。林小满浑身发抖，他只是个入殓师啊，哪知道什么死因。在现代，他只需要让逝者看起来安详体面，至于死因，那是法医的事。这个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目光扫过床上的男尸。不得不说，这具尸体相当英俊，轮廓分明的脸庞，高挺的鼻梁，即使闭着眼睛也能看出是个美男子。他穿着绣有精致纹样的深蓝色锦袍，腰间系着玉带，看起来身份不凡。仵作大人，您已经验看半个时辰了。一个穿着官服的中年男子阴沉着脸，王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林小满额头冒出冷汗，完蛋了，他连古代仵作该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但刀架在脖子上，他必须做点什么。我需要检查一下。他硬着头皮伸出手，却不知从何下手。在现代，他接触的尸体都是经过处理的，而眼前这具显然还没经过任何防腐处理。他颤抖着手指解开男尸的衣领，露出苍白的脖颈。周围人倒吸一口冷气，显然他的举动很不合规矩。你在做什么？一个年轻男子厉声喝道，上前一步，似乎要阻止他。林小满吓得缩回手，慌乱中目光扫过房间，突然注意到男尸的指甲呈现不正常的青紫色。现代法医学知识告诉他，这可能是中毒迹象。他可能是中毒，他脱口而出。荒谬！一个威严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一个身着华服的中年男子大步走入，身后跟着一群侍卫。我儿从不与人结怨，怎会有人下毒？这大概就是那位王爷了。林小满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王爷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死者指甲发紫，嘴唇也有异常颜色，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。他完全是胡诌，但眼下保命要紧。王爷眯起眼睛盯着他，那目光仿佛要把他刺穿。那你告诉本王，是何毒物？何时中毒？林小满头皮发麻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床边小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酒杯，杯底还有残留液体。能否让我看看那个杯子？他小心翼翼地问。王爷示意侍卫将杯子递给他。林小满接过杯子，装模作样地闻了闻，其实他什么也闻不出来，但电视上法医都这么演。
这酒有问题，他硬着头皮说，可能是乌头类毒物。他刚说完，突然感觉床上的尸体似乎动了一下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怀疑自己看错了。但下一秒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具尸体突然睁开了眼睛。啊！林小满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杯子脱手落地，整个人向后跌去。慌乱中，他抓住身边最近的人，一个穿着墨蓝色长袍的年轻男子，像八爪鱼一样死死抱住对方。整个房间瞬间炸开了锅。世子醒了，诈尸啊！快请太医！被林小满抱住的男子身体僵硬，低沉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，松手。林小满抬头，对上一双漆黑如墨、锐利如鹰的眼睛。这男子约莫25、26岁，面容俊美的近乎凌厉，此刻正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看着他，混合着震惊、恼怒和一丝难以察觉的兴味。太子殿下，周围人纷纷跪下行礼。太子！林小满如遭雷击，手忙脚乱地松开对方，结果脚下一绊，整个人向前扑去，直接扑在了刚刚复活的世子身上。世子发出一声闷哼，显然被撞得不轻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林小满手忙脚乱地想爬起来，却不小心按在了世子的胸口，对方又是一声痛呼：“来人，把这疯妇拖出去！”王爷暴怒的声音传来。且慢！太子，那个被林小满抱过的男子突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充满威严。此女方才确实看出酒中有毒，若非如此，我们还不知表弟是被人下毒假死。林小满这才明白，原来世子不是真死，而是某种药物造成的假死状态。他刚才胡乱说的乌头类毒物竟然蒙对了。可是王爷还想说什么？此女虽举止怪异，却似有真才实学。太子淡淡道，目光若有所思地落在林小满身上，不如让他留在府中，协助调查此事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留在古代，协助调查？开什么玩笑？他只想回家。太子殿下明鉴！他扑通跪下，小人其实什么？太子挑眉。林小满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他能说什么？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入殓师，怕不是会被当成疯子关起来。小人才疏学浅，他最终憋出这么一句。太子轻笑一声，能一眼看出连太医都诊断不出的毒物，还叫才疏学浅？他转向王爷，王叔，此事蹊跷，需彻查。此女暂且由我带走问话。不等王爷回应，太子便示意侍卫将林小满带出房间。林小满大脑一片空白，机械地跟着侍卫走出房门，穿过曲折的回廊，来到一座更为华丽的院落。进去，侍卫将他推进一间书房模样的房间，随后关上门，守在门外。林小满环顾四周，房间布置典雅，书架上摆满竹简和线装书，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案上摊开着几份文书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悬挂的一把装饰精美的长剑。现在告诉我你是谁？太子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，林小满吓得差点跳起来。他转身发现太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不到1米处，那双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他，仿佛要看穿他的灵魂。我叫林小满，他结结巴巴地回答。林小满？太子微微皱眉，京城仵作名录中并无此名。我是新来的，他硬着头皮编造。新来的仵作能一眼辨出7日罪，此毒极为罕见，太医院守方才都未能立即识别。太子逼近一步，你到底是谁？林小满后背抵上书案，退无可退。太子身上传来淡淡的龙涎香气，混合着一丝清冷的松木气息，莫名让他心跳加速。我真的只是个仵作，他声音发颤，只是我家乡有位老医师教过我一些特殊的毒理知识。哦，你家乡在何处？在南方。林小满随口胡诌，一个叫桃花村的小地方。桃花村？太子突然伸手抬起他的下巴，迫使他直视他的眼睛。据我所知，南方并无此村名。林小满心跳如鼓，太子的手指冰凉，却让他脸颊发烫。
就在他绞尽脑汁想新借口时，太子突然松开他，转身走向书案。罢了，既然你不愿说实话，我也不勉强。他语气突然轻松起来。不过，你今日立下大功，救了世子一命，理应受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林小满愣住了，这转折也太突然了吧。我想回家，他脱口而出。太子轻笑，可以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需要协助我查清此案。世子被下毒一事非同小可，幕后之人很可能是冲着我来的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冲着你？世子是我表弟，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。太子眼神阴郁，若他出事，对我打击不小。林小满突然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场宫廷阴谋。作为一个现代人，他对这种权谋斗争毫无概念，但本能告诉他这很危险。我只是个仵作，他弱弱地说。一个能一眼辨出7日罪的仵作。太子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林小满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现在你都是我的人了。你的人？林小满声音拔高了8度。我的幕僚？太子似乎被他的反应逗乐了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从今日起，你搬入太子府，协助我查案。林小满张口结舌，他这是被强行招聘了，而且还是给古代太子打工。太子殿下，这不合适吧？萧景琰，太子突然说。什么？我的名字？他淡淡道，私下你可以叫我景琰。林小满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让一个平民直呼太子名讳，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简直不可想象。这不合适。我觉得合适就合适。萧景琰转身走向门口，陈默会带你去你的住处。明日辰时，我要看到关于世子中毒案的详细分析。说完，他推门而出，留下林小满一人站在书房中，大脑一片混乱。他，一个现代入殓师，穿越到古代，不仅被当成仵作，还莫名其妙成了太子的私人法医。这是什么魔幻发展？更可怕的是，当他回想起萧景琰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时，心脏竟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。完蛋了！林小满捂住脸，我该不会喜欢上一个古人了吧？林姑娘，这是您的住处。侍卫沉默推开一扇雕花木门，恭敬地退到一旁。林小满探头往里看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这哪是给下人住的房间，分明是个精致的小院落。正中央是间宽敞的卧房，左侧是书房，右侧似乎是沐浴更衣的地方。窗外还有个小庭院，种着几株开得正艳的海棠花。这是给我住的？林小满结结巴巴地问。沉默点头，太子吩咐，林姑娘是贵客，要好生招待。贵客？林小满心里打鼓。1个时辰前，他还是个刀架脖子上的小仵作，怎么转眼就成了太子府的贵客？那个萧景琰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那个陈侍卫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，太子平时脾气怎么样？沉默脸上闪过一丝讶异，随即恢复面无表情。太子殿下赏罚分明，待下人以宽，那就是阴晴不定的意思呗。林小满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古代人说话就是拐弯抹角。送走沉默后，林小满终于有机会仔细打量自己的新家。卧房内陈设典雅，一张挂着淡青色纱帐的雕花大床，配套的梳妆台上摆着铜镜和几个精致的瓷盒。他好奇地打开其中一个，里面是淡红色的胭脂。哇，古代化妆品！他忍不住沾了一点抹在手背上，颜色意外的自然。书桌上整齐摆放着文房四宝，还有几册线装书。林小满随手翻开一本，全是密密麻麻的繁体字，看得他头晕眼花。这都写的什么啊？他嘟囔着合上书，突然感到一阵尿意。环顾四周，他没找到类似厕所的地方，只看到床底下放着一个造型别致的瓷壶。这该不会是……他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瓷壶盖子，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飘出来。夜壶。林小满嘴角抽搐，让他用这个？在现代连公厕都要用一次性马桶垫的人，现在要用这种原始器具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他站起身，决定先憋着。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。谁？
他警惕地问。奴婢春桃，奉太子之命来伺候林姑娘，一个清脆的女声回答。林小满拉开门，一个15、16岁、圆脸大眼的小丫鬟站在门外，手里捧着几件衣物。这是太子命人给姑娘准备的新衣裳。春桃行了个礼，姑娘现在要沐浴更衣吗？沐浴。林小满眼睛一亮，他正愁不知道怎么用古代的那些洗澡设备呢。好啊好啊，他连连点头。半个时辰后，林小满穿着淡绿色的对襟襦裙，湿漉漉的头发披散在肩头，坐在梳妆台前让春桃给她梳头。姑娘的头发真奇怪，春桃一边梳理一边说，这么短，还卷卷的，像西域人似的。林小满看着铜镜中的自己，她的齐肩短发在现代再普通不过，放在古代却成了异类。幸好春桃没继续追问，否则她真不知如何解释烫发这种事。姑娘，这是太子府特制的牙粉。春桃递给她一个小瓷瓶和一根细长的木棒，每日早晚洁齿用。林小满好奇地打开瓷瓶，里面是淡绿色的粉末，闻起来有股薄荷味。她沾了一点在手指上尝了尝，味道像是不加糖的牙膏。用这个刷牙，她拿起那根木棒，一头被削得毛毛的，像是简易牙刷。是啊，春桃点头。姑娘平时用什么洁齿？我们家乡用另一种。林小满支支吾吾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对了，春桃，府里有茅厕吗？春桃愣了一下，茅厕？姑娘是说净房吗？在后院呢。能带我去吗？林小满迫不及待地问。他实在憋不住了。当林小满终于解决完人生大事，跟着春桃往回走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回廊尽头，萧景琰。他换了一身月白色的长服，腰间只系了一块白玉佩，比白天看起来随意许多，但那股与生俱来的贵气依然让人无法忽视。林小满下意识地停下脚步，萧景琰似乎也看到了他，微微颔首，朝他走来。殿下。春桃慌忙行礼。林小满慢了半拍，笨拙地学着春桃的样子扶了扶身，差点被自己的裙角绊倒。萧景琰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住处可还满意？太好了，林小满结结巴巴地说，就是有点不习惯。哦，何处不习惯？萧景琰挑眉。比如，林小满差点脱口而出，比如没有抽水马桶，幸好及时刹住，比如床太软了。我们乡下人都睡硬板床的。萧景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是吗？那明日我命人给你换张硬榻。不用，林小满连忙摆手，我可以适应的。林姑娘家乡在何处？萧景琰突然问，听口音不像南方人。林小满心跳漏了一拍，他哪有什么古代南方口音啊？我祖籍北方，后来搬到南方的。他硬着头皮编造。是吗？萧景琰不置可否。明日辰时，大理寺的人会带几具尸体过来，需要你协助验看。尸体？林小满瞪大眼睛，几具？5具。萧景琰淡淡道，都是近期离奇死亡的官员，可能与柿子中毒案有关。说完，他微微颔首，转身离去，留下林小满站在原地，脸色发白。5具尸体，他喃喃自语，我一个给死人化妆的，现在要当法医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林小满辗转难眠。月光透过窗纱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他盯着那些光影，思绪万千。他是怎么穿越的？那枚戒指还能回去吗？如果回不去，他该怎么办？假装仵作混日子，可他对古代验尸一窍不通啊。冷静，林小满，他对自己说，你可是看过《洗冤录》和《大宋提刑官》的人，虽然那只是电视剧，但总比完全没有概念强。而且他在殡仪馆工作2年，至少对人体结构比古代人了解得多。明天见机行事吧，他叹了口气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春桃的敲门声把林小满惊醒。姑娘，该起了，大理寺的人已经到了。林小满一个机灵坐起来，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，随便挽了个发髻就冲出门去。春桃领着他来到太子府西侧的一个独立院落，门口站着2名侍卫。
院中已经聚集了7、8个人，除了萧景琰外，还有几个穿着官服的中年男子和2名背着药箱的老者，想必是太医。林姑娘来了，萧景琰的声音传来，所有人齐刷刷地转头看向她。林小满顿时感到一阵压力，他硬着头皮走上前，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。这位就是太子殿下推崇的林仵作。一个留着山羊胡的官员上下打量他，眼中满是怀疑，如此年轻，还是个女子。张大人，萧景琰冷声道，验尸看的是本事，不是年纪性别。那位张大人立刻噤声，但眼中的不屑丝毫未减。尸体在屋内，萧景琰对林小满说，随我来。林小满跟着他走进一间宽敞的屋子，5张木床上各躺着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，浓重的防腐药草味混合着淡淡的腐臭，让他胃部一阵抽搐。都是近半月内死亡的官员，萧景琰低声说，表面看是病故或意外，但我怀疑都是他杀。林小满深吸一口气，走到第1具尸体前，掀开白布，是个50多岁的男子，面色青紫，嘴唇发黑。这位是户部侍郎赵大人。一位太医说，3日前突发心疾去世。林小满仔细观察死者的面部和颈部，然后解开他的衣领，查看胸口。在现代殡仪馆工作时，他见过不少因心脏病猝死的尸体，眼前这位的症状明显不同，不是心疾，他脱口而出，是窒息。荒谬！山羊胡张大人立刻反驳，赵大人是在自己府中去世的，哪来的窒息？林小满没理他，继续检查尸体，眼结膜有出血点，指甲发干，这些都是窒息的典型症状。他掰开死者的嘴，凑近闻了闻，嘴里有淡淡的苦杏仁味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猛地抬头，他死前可曾吃过杏仁或桃仁类食物？几位太医面面相觑。一位年轻些的医官犹豫道，赵大人确实喜欢喝杏仁茶。氢氰酸中毒，林小满脱口而出，随即意识到失言，赶紧改口，我是说，可能是杏仁中的某种毒素导致的。杏仁有毒，萧景琰锐利的目光投向他。生杏仁，特别是苦杏仁，含有一种叫杏仁苷的物质。林小满绞尽脑汁，用古代人能理解的词汇解释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会释放出有毒成分，导致呼吸衰竭，看起来就像心疾发作。屋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。这是我家乡的老医师教的。林小满心虚的补充。萧景琰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示意他继续检查下一具尸体。第2具是个40出头的壮年男子，体表无明显伤痕，但林小满注意到他右手掌心和指腹有异常红肿。这位大人生前可曾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比如金属制品？他问。一位太医回忆道，兵部李大人酷爱收藏兵器，死前1日刚得了一把西域来的宝刀。破伤风，林小满差点又蹦出医学术语，赶紧改口，铁器上的锈毒入体，引发静病。就这样，凭借现代医学知识和在殡仪馆的工作经验，林小满一连诊断了5具尸体，每种死因都说得头头是道，让在场的太医们惊叹不已。林姑娘果然医术高明，那位年轻医官敬佩地说，这些细微迹象我等都忽略了。山羊胡张大人虽然仍面带怀疑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确实有些道理。萧景琰全程站在一旁，目光始终没离开过林小满。当他终于检查完最后一具尸体，额头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。辛苦了，他递过一块丝帕，去休息吧。晚些时候我有事与你商议。林小满接过丝帕，指尖不小心碰到萧景琰的手，一股微妙的电流似乎从接触点蔓延开来。他慌忙缩回手，低头道谢，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验尸房。回到自己房间，林小满瘫坐在椅子上，长舒一口气。刚才的表现简直超常发挥，连他自己都惊讶能编出那么多听起来合理的解释。看来现代医学课没白上，他喃喃自语。傍晚时分，春桃来报说太子请他去花厅用晚膳。和太子一起吃饭，林小满顿时紧张起来，就我们2个，
还有几位大人。春桃帮他整理衣襟，好像是商议要事。林小满松了口气，但随即又提心吊胆起来，他可不懂什么古代餐桌礼仪啊。花厅内烛火通明，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精致菜肴。除了萧景琰外，还有3位官员，其中就有那位山阳胡张大人。林姑娘来了，萧景琰示意她坐在自己右侧的座位。今日多亏你慧眼如炬，我们才知这几起病故实则是连环谋杀。林小满小心翼翼地坐下，学着其他人的样子用茶水净手。侍女们开始上菜，一道道色相俱全的菜肴看得她眼花缭乱。林姑娘师承何人？对面一位胖乎乎的官员问。这般验尸手法，老夫闻所未闻。我师父是隐居山林的游医。林小满随口胡诌，他不让我对外人提起他的名字。能教出这样的徒弟，想必是位神医。胖官员感叹。席间，几位官员讨论着案情，林小满埋头苦吃，尽量降低存在感。古代的食物意外的美味，特别是那道荷叶粉蒸肉，香得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。林姑娘，萧景琰突然开口，明日宫中有宴，你随我一同前往。噗！林小满一口汤喷了出来，赶紧用袖子擦嘴。我去皇宫？萧景琰似乎对他的失态习以为常。皇后想见见这位新晋的女仵作。林小满眼前一黑，见皇后？那可是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女人之一。她一个现代小白领，哪知道怎么跟皇后打交道？我不合适吧？她结结巴巴地说，我礼仪粗鄙，怕冒犯皇后。无妨，萧景琰轻描淡写地说，皇后最是宽厚。何况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我对你的来历很感兴趣，想多观察观察。林小满背后一凉，他是在怀疑他吗？宴会结束后，萧景琰留下林小满单独说话。明日穿得体面些，他说，我会派春桃帮你准备。太子殿下，林小满鼓起勇气问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只是个无名小卒。萧景琰静静地看着他，烛光在他深邃的眼眸中跳动。你知道吗？我母妃当年也是死于7日罪。林小满心头一震。那时我10岁，眼睁睁看着他病逝，所有太医都查不出原因。萧景琰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林小满能感受到其中压抑的痛苦。直到今日，你一眼就认出了这种毒。我很抱歉。林小满不知该说什么。不必道歉，萧景琰摇头，相反，我要谢谢你，你让我看到了查明母妃死因的希望。他转身准备离开，又停下脚步。对了，明日宴会上若有人问你师承，就说药王谷。药王谷？林小满疑惑地重复。一个传说中的医门圣地。萧景琰嘴角微扬，足够神秘，也足够让人不敢多问。看着萧景琰离去的背影，林小满心情复杂。他撒的谎越来越多了，而这个精明的太子似乎一边配合他的谎言，一边又在步步紧逼，等着他露出破绽。更糟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将萧景琰简单视为一个古代权贵。他提起母妃时的神情，还有那种隐藏在威严外表下的孤独感，都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他，了解他。姑娘，您别乱动。春桃手忙脚乱地按住扭来扭去的林小满，试图将最后一根发簪固定在他盘起的发髻上。林小满只觉得头皮被扯得生疼，脖子上的珍珠项链也勒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这比殡仪馆的工作服还难受，他小声嘀咕着，低头打量自己这身华丽的装扮，淡紫色的绣花长裙，腰间系着银丝绦带，外罩一层近乎透明的纱衣。春桃还给她画了精致的妆容，眉心贴了花钿，嘴唇染成淡红色。姑娘说什么？春桃没听清。没什么。林小满深吸一口气，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春桃退后2步，上下打量一番，满意的点头。姑娘天生丽质，这么一打扮，比那些世家小姐还好看呢。林小满对着铜镜转了转身子，镜中的女子确实陌生又美丽，但他只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这哪还是那个整天跟尸体打交道的入殓师林小满啊？太子殿下到，门外传来侍卫的通传声。
林小满心头一跳，手不自觉地抚平裙子上并不存在的褶皱。门被推开，萧景琰迈步而入。她今天穿了一身靛蓝色的锦袍，腰间玉带上挂着一枚羊脂玉佩，乌黑的长发用玉冠束起，整个人俊美的如童话中走出的谪仙。林小满一时看呆了，直到春桃轻轻推了她一下，才回过神来。殿下，她笨拙地行了个礼，差点被自己的裙角绊倒。萧景琰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几秒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情绪。准备好了？林小满紧张的点头，就是这身衣服有点不习惯。萧景琰嘴角微扬，忍一忍，宫里的规矩多。他递过一块绣着兰花的丝帕，擦擦手心的汗。林小满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心已经湿透了。他接过丝帕，指尖不小心碰到萧景琰的手，一股微妙的电流从接触点蔓延开来，让他心跳加速。走吧，马车备好了。萧景琰转身向外走去。林小满深吸一口气，跟着他走出房门。春桃在后面小声提醒：姑娘，别忘了礼仪，见到皇后要行大礼。礼仪？什么大礼？林小满心里哀嚎，但已经来不及问了。太子府的马车宽敞舒适，内部铺着柔软的垫子，车窗挂着薄纱帘子。林小满小心翼翼地坐在萧景琰对面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。紧张？萧景琰突然开口。有点。林小满老实承认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场面。记住，你是药王谷传人，眼界见识非寻常人可比。萧景琰淡淡道，少说话，多观察。有人问起师承，就按我教你的说。林小满点点头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殿下，药王谷真的存在吗？萧景琰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存在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信。马车缓缓驶入皇宫大门，林小满透过窗帘缝隙偷看，高耸的朱红色宫墙，金碧辉煌的殿宇，身着铠甲的侍卫，这一切都让他有种不真实感。她，一个21世纪的普通女孩，居然坐在古代太子的马车里去参加皇宫宴会。到了，马车停下，萧景琰率先下车，然后伸手扶她。林小满犹豫了一下，将手搭在她的掌心。萧景琰的手温暖干燥，稳稳地握住她的手，帮她下了马车。跟紧我，她低声说，随即松开手，迈步向前。林小满亦步亦趋地跟在萧景琰身后，穿过一道道宫门。沿途的宫女太监纷纷行礼，好奇的目光在她身上扫过，窃窃私语声不断。那就是太子带来的女仵作？听说一眼就看出柿子中的什么毒，长得倒是标致。林小满耳根发热，低着头加快脚步，差点撞上突然停下的萧景琰。到了，他侧身示意他看向前方，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，殿前站着2排衣着华贵的男女，正有序进入。麟德殿，萧景琰低声解释，今日皇后在此设宴。林小满咽了咽口水，腿有些发软。萧景琰似乎察觉到他的紧张，微微轻身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这简单的5个字莫名给了林小满勇气。他挺直腰背，跟着萧景琰走向大殿。太子殿下到。随着太监尖细的唱鸣声，殿内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来。萧景琰泰然自若地迈步入内，林小满则紧张地同手同脚，差点被门槛绊倒。这位就是药王谷的林姑娘吧？一个温和的女声从上方传来。林小满抬头，只见大殿正中的主位上坐着一位约莫40出头的妇人，身着明黄色凤袍，头戴金凤冠，面容端庄秀丽，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。皇后。林小满大脑一片空白，膝盖一软就要跪下。免礼。皇后抬手，听闻林姑娘医术高明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质不凡。林小满僵在原地，不知道该跪还是不跪。萧景琰轻轻拉了下她的袖子，她才如梦初醒，笨拙地扶了扶身，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来，坐近些。皇后示意宫女在她右下手加了个座位，本宫有许多医理问题想请教林姑娘呢。
林小满战战兢兢地入座，发现自己的位置竟然比许多官员家眷还要靠前。周围投来或好奇或嫉妒的目光，特别是几位年轻贵女，看他的眼神简直能射出刀子来。宴会开始，宫女们鱼贯而入，端上一道道精致的菜肴。林小满学着其他人的样子，先用茶水净手，然后等待皇后动筷后才敢取食。林姑娘师从药王谷哪位高人？皇后一边优雅地用膳，一边问道。林小满手一抖，筷子上的肉丸掉回碗里，回娘娘，家师道号玄机子，不喜张扬，所以玄机子。一个洪亮的声音插了进来。林小满转头，看见一位留着山羊胡、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正眯眼打量他。老夫遍访名山大川，从未听过药王谷有这号人物。萧景琰淡淡开口，国舅常年居于京城，不知隐士高人也是常理。国舅？林小满心头一跳，这就是萧景琰提过的皇后兄长，看这架势，明显来者不善啊。是吗？国舅冷笑，那不如请林姑娘说说药王谷位于何处，有何特色？林小满额头渗出细汗，这哪是赴宴，分明是鸿门宴啊！药王谷在西南群山之中，它硬着头皮编造，谷中四季如春，盛产奇花异草。具体在哪个州府，国舅咄咄逼人。兄长，皇后温和地打断，药王谷既是隐士之地，自然不愿外人知晓具体位置。林姑娘能得高人真传，已是难得。国舅哼了一声，不再追问，但眼中的怀疑丝毫未减。林小满松了口气，感激地看了皇后一眼。皇后对她微微一笑，转而询问她对几道药膳的看法。宴席过半，宫女端上一盏盏精致的瓷杯，里面盛着淡黄色的液体。林小满口渴得厉害，见其他人都在饮用，便也端起来一饮而尽，又苦又涩，他差点喷出来，强忍着咽下去，脸皱成一团。林姑娘身旁的萧景琰压低声音，那是漱口水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这才发现其他人都是含一口就吐在宫女捧着的鱼里，他居然把漱口水喝下去了。周围响起几声轻笑，几位贵女用团扇掩面，眼中满是讥讽。我们药王谷习惯内服。林小满面红耳赤的湖州。萧景琰嘴角抽动，似乎在极力忍住笑意。他招手唤来宫女，给林小满换了杯真正的茶水。接下来的宴会，林小满如坐针毡。他不认识大多数菜肴，用错了3次餐具，还把一块油腻的肘子吊在了裙子上。每次出丑，都能听到周围压抑的嘲笑声。本宫有些乏了。宴会接近尾声时，皇后起身，诸位自便。林姑娘，改日再续。众人起身恭送皇后离去。林小满长舒一口气，正想找借口溜走，却听国舅高声道：听闻药王谷医术通神，不如请林姑娘当场展示一二。殿内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小满身上。国舅想怎么看？萧景琰冷声问。简单。国舅拍拍手，一名侍卫扶着一个面色苍白的老者进来，这是府上管家，久病不愈。若林姑娘真乃药王谷传人，想必能一眼看出病因。林小满手心冒汗，他哪懂什么艺术啊？但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不能退缩。他硬着头皮走到老者面前，装模作样地检查他的眼睑、舌苔，然后搭上他的脉搏。其实他根本不会把脉，只是做样子。这位老人家是不是经常头晕乏力，食欲不振？他试探着问。老者惊讶地点头，正是。林小满松了口气，继续瞎蒙。晚上睡觉会手脚发麻。神了！老者瞪大眼睛，姑娘如何得知？因为这些都是老年人常见症状啊。林小满心里吐槽，表面上一本正经，此乃气血两虚之症，需补气养血。他绞尽脑汁回忆以前看过的中医节目，开始背诵《本草纲目》里关于人参、当归的记载，居然说得头头是道，连国舅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精彩！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。林小满转头，看见一位白发老者大步走来，这位姑娘对药理的见解，连老夫都自愧不如。
太医令大人，众人纷纷行礼。太医令，那不是古代最高医官吗？林小满紧张地看着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。姑娘方才所言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，深得医道精髓。太医令赞赏道，不知可否讨教一二？林小满头皮发麻，他只是背了几句本草纲目啊，再问下去肯定露馅。太医令，萧景琰适时插话，林姑娘今日劳累，改日再讨教如何？太医令遗憾地点头，是老夫唐突了。林姑娘若有空，随时可来太医署一叙。危机暂时解除，林小满悄悄松了口气。萧景琰向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该告辞了。离开林德殿，林小满如释重负，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萧景琰走在他身侧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笑什么？他小声问。你刚才说内服漱口水是药王谷的习惯。萧景琰终于忍不住轻笑出声。林小满耳根发热，那不是没办法吗？太医令都对你刮目相看。萧景琰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？林小满不知如何回答。他哪有什么本事？全靠现代人的知识储备和极致罢了。回程的马车上，林小满终于放松下来，疲惫地靠在车厢上。第一次进宫，感觉如何？萧景琰问。像做了一场梦，林小满喃喃道，那些规矩礼仪太复杂了。你表现得很特别。萧景琰斟酌着用词。特别出丑吧？林小满自嘲地笑笑，给您丢脸了。不，萧景琰摇头，你很真实。宫里的人个个戴着面具生活，你这样的很少见。林小满抬头对上萧景琰深邃的目光，那一瞬间，他仿佛看到了面具之下的真实萧景琰，一个厌倦了宫廷虚伪的孤独灵魂。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，林小满失去平衡，向前栽去。萧景琰迅速伸手扶住他，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，近到他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，看清他睫毛头下的阴影。小心，他低声道，却没有立即松开手。林小满的心跳如肋骨，脸颊发烫。萧景琰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，才缓缓松开手，重新坐直身体。车厢内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。林小满低头摆弄衣角，不敢抬头。殿下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，国舅他好像很不喜欢我。萧景琰的表情瞬间冷峻，不必在意。国舅与我一向不和，你是被我带入宫的，自然被他针对。为什么不和？林小满小心翼翼地问。萧景琰沉默片刻，朝政之事复杂难言，总之离国舅远些。林小满点点头，不再追问。但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生根，萧景琰在宫中的处境似乎并不像表面那么风光。回到太子府，林小满借口疲惫，匆匆告退回房。关上门，他长舒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。今天的经历太刺激了，从差点暴露身份到被太医令赞赏，从喝漱口水到与萧景琰那微妙的瞬间，他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回去，他喃喃自语。虽然萧景琰很吸引人，但这个危机四伏的古代世界实在不适合他这个现代人。正想着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谁？他警觉地问。姑娘，是我，春桃的声音。太子命我给您送些点心，说您宴会上没吃好。林小满打开门，春桃端着一个食盒进来，里面是几样精致的小点心和一壶花茶。殿下对姑娘真好。春桃一边摆点心一边说，从没见她对哪位姑娘这么上心过。林小满心头一暖，拿起一块桂花糕咬了一口，甜而不腻，满口清香。对了，春桃突然压低声音，姑娘可要小心国舅。为什么？林小满警觉起来。奴婢听说春桃左右看看，确保没人，国舅一直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，好巩固家族地位。姑娘突然的太子青睐，他自然不高兴。原来如此，林小满恍然大悟，难怪国舅对他敌意那么大。春桃离开后，林小满坐在窗前，望着院中的海棠花出神。
萧景琰对他好，是因为他的医术能帮他查案，还是有别的意思？他摇摇头，赶走这个荒谬的念头。他只是个穿越来的冒牌货，迟早要回去的，怎么能对古人动心？正当他胡思乱想时，一阵轻微的响动从窗外传来。林小满警觉地站起身，悄悄靠近窗户，透过缝隙往外看，一个黑影正快速掠过庭院，朝太子书房方向而去。刺客！他心头一紧，正犹豫要不要呼救，却听到那人低声说了句什么，声音隐约有些耳熟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林小满轻手轻脚地推开门，借着夜色的掩护，悄悄跟了上去。那人身手敏捷，很快来到书房外的一处假山后。令林小满震惊的是，假山后竟然还有一个人在等待，是国舅。消息可靠吗？国舅压低声音问。千真万确，黑衣人回答，太子秋猎时将单独前往鹿鸣谷，那是绝佳机会。很好，国舅冷笑，记住要做得像意外。林小满倒吸一口冷气，不小心踩到一根树枝，发出轻微的咔嚓声。谁？国舅厉声喝道。林小满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。回到自己房间，他久久不能平静。如果国舅真的要在秋猎时对萧景琰不利，他不能坐视不管。思前想后，林小满决定写一张匿名字条警告萧景琰，这样既提醒了他，又不会暴露自己偷听的事。他找来纸笔，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下秋猎危险，小心鹿鸣谷，然后趁夜深人静时塞进了萧景琰书房的门缝。做完这一切，林小满回到床上，却辗转难眠。他不知道这张字条会带来什么后果，只希望萧景琰能平安无事。窗外一轮明月高悬，林小满望着那轮与千年后无异的月亮，突然无比思念现代的家。但同时心中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是对那个表面冷酷内心柔软的太子吗？太荒谬了，他喃喃自语，却无法控制脑海中不断浮现的萧景琰的面容。林小满一夜未眠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从床上爬起来，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，探头向外张望。太子府内一片寂静，只有几个早起的仆役在打扫庭院。他松了口气，看来他昨晚塞的匿名字条还没被人发现。姑娘起得真早，春桃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吓得林小满差点跳起来。啊，你吓死我了！他拍着胸口转身，看见春桃端着洗脸水站在廊下，一脸疑惑。姑娘怎么了？慌里慌张的，春桃把水盆放在架子上，今日太子一早就出门了，说是去军营视察。林小满心头一紧，秋猎在即，萧景琰这个时候去军营，会不会是看到了他的警告？他太子殿下走之前有说什么吗？他试探着问。春桃摇摇头，只听沉默说殿下心情不太好，早饭都没用就出门了。林小满咬了咬下唇，难道他的字条惹他生气了？还是说他根本就没看到？洗漱完毕，林小满决定去书房附近转转，看看字条还在不在。刚走到回廊拐角，他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金属碰撞声，是侍卫的铠甲声。嗖！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，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。林小满赶紧缩回身子，躲在柱子后面偷看。只见10多名全副武装的侍卫正在太子书房外集结，领头的正是太子的心腹沉默，他手中赫然拿着他昨晚塞的字条。所有进出过太子府的人都要盘问，沉默冷着脸下令，特别是最近新来的。林小满腿一软，差点坐在地上。完了完了，事情闹大了。他只是想匿名警告萧景琰，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动静。现在怎么办？自首吗？可怎么解释他知道刺杀计划的事？就在他六神无主时，一个更可怕的声音传来，听说太子收了个来历不明的女仵作。林小满悄悄探头，看见一个身着锦袍的中年男子带着几名侍卫大步走来，是国舅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回国舅爷，沉默行礼道，林姑娘是太子殿下请来协助查案的。是吗？国舅冷笑一声，
从陈默手中抽走那张字条，这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女子所写。来人，去把那女仵作带来问话。林小满心脏几乎停跳，他转身就要逃跑，却不小心踢到了廊下的花盆，发出咣当一声响。谁在那里？国舅厉声喝道。逃！林小满的大脑只有一个指令，他提起裙摆，转身就往自己院子跑去。身后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呼喊声，站住，拦住他！拐过一道回廊，前方突然出现2名侍卫。林小满急刹车，转身钻进了旁边的小花园，花木扶疏，正好藏身。他蹲在一丛灌木后，屏住呼吸，听着侍卫们的脚步声从附近经过。怎么回事？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。林小满抬头，看见萧景琰站在几步外的凉亭里，身着戎装，腰间佩剑，显然是刚从军营回来。他如见救星，连滚带爬地冲过去。殿下，救救我！萧景琰眉头紧锁，伸手扶住踉踉跄跄的他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林小满刚要开口，国舅带着侍卫已经追了过来。太子殿下，此女行迹可疑，极可能是刺客同谋。荒谬！萧景琰冷声道，林姑娘是我请来的仵作，何来刺客一说？国舅冷笑一声，举起那张字条，那殿下如何解释这个？字条上写着秋烈刺杀计划，而此女恰好逃跑，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？萧景琰接过字条扫了一眼，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他转向林小满，声音低沉，这是你写的？林小满张了张嘴，却不知如何解释。他不能说自己是偷听来的，那会连累萧景琰。毕竟他是在太子府偷听到的，国舅完全可以反咬一口说是太子指使他诬陷。他眼眶发热，声音哽咽，我只是想警告你。萧景琰的眼神复杂难辨，片刻沉默后，他缓缓开口，林小满涉嫌勾结刺客，即刻收押大牢，待本宫亲自审问。林小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萧景琰要关他？殿下，他抓住他的衣袖，你明知道我不是。带走！萧景琰甩开他的手，声音冷得像冰。2名侍卫上前架住林小满，在被拖走的最后一刻，他回头看向萧景琰，希望从他眼中看出一丝不舍或暗示。可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仿佛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犯人。大牢比林小满想象的还要阴冷潮湿，他被关进一间石砌的牢房，角落里铺着些发霉的稻草，墙上只有一个小的可怜的透气窗。铁门关上后，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滴水声。林小满抱膝坐在稻草上，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滚落。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他只是想救萧景琰，却落得个刺客同谋的罪名。更让他心痛的是，萧景琰居然毫不犹豫地就把他关了起来。笨蛋林小满，他抹着眼泪自言自语，叫你多管闲事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牢房里越来越冷。林小满蜷缩成一团，开始想念现代的一切，温暖的公寓，便捷的外卖，还有他那只胖乎乎的橘猫。如果能回去，他发誓再也不抱怨加班和难缠的客户了。吃饭，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突然响起。林小满抬头，看见牢门外站着个满脸横肉的狱卒，正从栅栏缝隙塞进一个破碗，里面是些看不出原材料的糊状物。这是什么？他小心翼翼地问。爱吃不吃，狱卒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林小满凑近闻了闻，一股馊味扑面而来。他干呕一声，把碗推到最远的角落。这下更想现代的外卖了，哪怕是殡仪馆食堂的饭菜都比这个强100倍。天色渐暗，牢房里几乎漆黑一片。林小满又冷又饿，迷迷糊糊地靠在墙上打盹。突然，一阵轻微的金属碰撞声惊醒了他。谁？他警觉地坐直身体。牢门被无声地打开，一个黑影闪了进来。林小满刚要尖叫，一只温暖的手捂住了他的嘴。别出声，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萧景琰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
看清了眼前人，他换了一身黑色夜行衣，脸上蒙着黑巾，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。听我说，他松开手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白天的事是做给国舅看的。他拿着字条去找父皇告状，说我包庇刺客，我只能先把你关起来，以退为进。林小满鼻子一酸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你相信我？傻瓜，萧景琰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，若不信你，我为何深夜来此？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包袱，里面有点心和换洗衣物。再忍耐2日，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林小满接过包袱，指尖碰到萧景琰的手，两人都是一怔。黑暗中，他感觉萧景琰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。为什么写那张字条？他突然问。我听到国舅说要害你。林小满低下头，我不能让你出事。萧景琰沉默片刻，你怎么听到的？林小满咬了咬唇，把那天晚上偷看到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太危险了，萧景琰声音严厉，若被国舅发现，你会立刻没命。我不怕，林小满抬头看他，只要能救你。这句话脱口而出，两人都愣住了。牢房里安静的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。萧景琰的手微微抬起，似乎想触碰他的脸，却在半空中停住了。我会保护你，他最终只是这样说，相信我。林小满点点头，突然注意到墙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。他凑近一看，竟是一个与他穿越前触碰的那枚戒指上极为相似的花纹。这是什么？他指着墙上的刻痕问。萧景琰看了一眼，牢房里的囚犯刻的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林小满压下心中的震惊，这难道是巧合？还是说他的穿越与这个时空有什么联系？我该走了。萧景琰站起身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承认与刺客有关。我会处理一切。他转身要走，林小满突然拉住他的衣角，殿下小心国舅。萧景琰回头，月光下他的眼神柔和了许多，叫我景琰。说完，他像一阵风般消失在黑暗中。林小满抱着萧景琰留下的包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墙上的神秘花纹，萧景琰危险的政治处境，他莫名其妙的穿越，这一切像一团乱麻，让他理不出头绪。唯一清晰的是，他似乎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古代太子，尽管这荒谬的像场梦。2日后，林小满正无聊地数着墙上的砖块，牢门突然被打开。出来，一个陌生的侍卫冷声道：太子殿下要见你。林小满心头一跳，是萧景琰来救他了吗？还是更糟的情况？他被带到一间审讯室，萧景琰端坐在正中，两旁站着陈默和几名侍卫。令他心惊的是，国舅和几位大臣也在场，所有人都面色凝重。林小满，萧景琰开口，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，经查证，你确实与刺客无关。林小满松了口气，但萧景琰接下来的话让他如坠冰窟。但你擅闯太子府禁地，偷听机密，按律当杖责30，逐出京城。什么？林小满瞪大眼睛，这不是他们说好的。萧景琰明明答应会救他。殿下，他忍不住喊道。不过，萧景琰打断他，念在你医术精湛，本宫决定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3日后秋猎，你随行担任医官，若表现良好，可免去责罚。国舅立刻反对，殿下，此女来历不明，怎能随行秋猎？国舅多虑了。萧景琰淡淡道，他若有异动，当场格杀便是。林小满打了个寒战。萧景琰说这话时的冷酷表情，让他不敢相信这就是前2天夜里那个温柔安慰他的人。就这么定了。萧景琰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林小满，别让本宫失望。说完，他大步离去，连一个眼神都没多给他。林小满被带回牢房，心中满是困惑和委屈。萧景琰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为什么要当众这样对他？直到秋猎当天，林小满才明白萧景琰的用意。他被从牢里提出，换上一身简便的衣裙，安排在随行医官的队伍中。远远的，他看见萧景琰一身戎装，
英姿勃发地骑在马上，正与几位将领交谈。林姑娘，陈默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压低声音道：殿下让我转告你，今日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紧跟在他身边，不要乱跑。林小满心头一暖，点了点头。看来萧景琰还是在保护他。秋猎队伍浩浩荡荡出发，前往城外的皇家猎场。林小满不会骑马，只能和几名医官一起坐在马车里。透过车窗，他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看着沿途的风景，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波光粼粼的小河，还有远处连绵的群山。那就是鹿鸣谷。同车的老医官指着远处一道山谷，传说有神鹿出没，能带来好运。林小满心头一紧，鹿鸣谷，这不正是国舅计划刺杀萧景琰的地方吗？中午时分，队伍在一片开阔地停下休整。贵族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膳，侍卫们则忙着搭建帐篷。林小满被安排在一个小帐篷里，刚坐下休息，帐帘就被掀开。萧景琰闪身进来，迅速扫视一圈，确认没有旁人后，快步走到他面前，听好，等会儿我会独自前往鹿鸣谷，你务必留在营地。什么？林小满跳起来，你明知那里有埋伏？正因如此，我才要去。萧景琰眼中闪过一丝锋芒，这是引蛇出洞的最佳机会。太危险了！林小满急地抓住他的手臂，带我去吧，我可以帮忙。不行，萧景琰断然拒绝，若真有危险，我无暇保护你。我不需要保护，林小满倔强地说，我可以。他的话被外面的号角声打断。萧景琰迅速退开一步，恢复了那副冷淡疏离的表情，好好待在营地，这是命令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留下林小满一人站在帐篷里，又气又急。下午的狩猎开始了。林小满站在营地边缘，看着萧景琰带着一小队侍卫骑马向鹿鸣谷方向而去。国舅和他的亲信也不见了踪影，这让他更加不安。不行，我不能干等着他，喃喃自语，趁没人注意，悄悄溜出营地，朝着鹿鸣谷方向跑去。树林越来越密，林小满的裙摆被荆棘勾破了好几处，手臂也被划出了血痕。但他顾不上这些，一心只想快点找到萧景琰。突然，前方传来打斗声和马的嘶鸣，林小满心头一紧，加快脚步冲过去。拨开最后一丛灌木，他看到了令他魂飞魄散的一幕。萧景琰被10多名黑衣人围攻，他的侍卫已经倒下了大半。更可怕的是，远处的树丛中，一个弓箭手正拉满弓，瞄准了萧景琰的后心。小心！林小满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。几乎在同一瞬间，萧景琰似乎感应到什么，猛地转身。他看到林小满，眼中闪过震惊，随即也发现了那个弓箭手。小满，躲开！他大喊。箭已离弦，林小满用尽全力扑向萧景琰，同时萧景琰也向他冲来。箭矢破空的声音近在咫尺，紧接着是一阵剧痛，林小满感到右肩像是被火烧了一样，整个人跌入萧景琰怀中。小满！萧景琰接住他，声音里是他从未听过的惊慌。林小满想说自己没事，但一张嘴就是一口血。他模糊地看到萧景琰脸上惊恐的表情，想伸手摸摸他的脸，却使不上力气。坚持住！萧景琰紧紧抱着他，声音颤抖，我不准你死。周围的厮杀声似乎远去了。林小满感到自己被抱起，快速移动着。萧景琰的心跳声在他耳边咚咚作响，强而有力。景琰，他微弱地唤道，我喜欢你。说完这句话，黑暗便吞噬了他的意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林小满隐约感到有人在处理他的伤口，剧痛让他短暂地清醒过来。他模糊地看到萧景琰焦急的面容和太医令专注的表情。剑上有毒，有人低声说。用这个萧景琰的声音，药王谷的泻毒丹。林小满想笑，哪有什么药王谷的解毒丹啊，但他太累了，又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来时，他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肩部的疼痛已经减轻了许多。房间里点着安神的熏香，窗外是皎洁的月光。醒了，
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。林小满转头，看见太医令坐在床边，正欣慰地看着他。太子殿下呢？他嘶哑地问。殿下守了你2天2夜，刚被陛下召进宫，太医令帮他垫高枕头，你中的毒很厉害，若非殿下有药王谷的灵药，恐怕……林小满心中一暖。萧景琰守了他2天。我看看伤口，太医令轻轻揭开他肩上的纱布，突然他的动作顿住了，目光死死盯着他的右手。林小满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他穿越前见到的那枚银戒指，不知何时到了他的手指上。这戒指，太医令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，姑娘从何处得来？林小满心头一跳，难道太医令认识这枚戒指？是家传的，他试探着说。太医令的表情变得极为复杂，敬畏、惊讶、犹豫交替闪过，最终他只是轻轻放下他的手，姑娘好生休息，这戒指很特别，请妥善保管。说完，他匆匆离去，留下林小满一头雾水。他仔细端详着戒指，上面的花纹与牢房墙上的刻痕几乎一模一样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他的穿越难道不是意外？正当他苦思冥想时，房门被轻轻推开，萧景琰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看到他已经醒了，明显松了口气。你醒了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声音轻柔的不像话。林小满突然想起自己昏迷前说的那句话，脸一下子红了。天啊，他居然表白了。萧景琰听到了吗？我没事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为什么要跟来？萧景琰问。我不是让你待在营地吗？我担心你。林小满小声说，幸好我去了，不然中箭的就是你了。萧景琰沉默良久，突然伸手轻轻抚上她的脸颊，傻姑娘。他的手掌温暖粗糙，带着习武之人特有的茧子。林小满不由自主地蹭了蹭，像只被抚摸的猫。刺客抓到了吗？他问。萧景琰眼中闪过一丝冷厉，国舅已经伏法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真的是国舅？不止他一个。萧景琰冷笑，朝中还有他的同党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林小满突然意识到，萧景琰这次是借机铲除了政敌，他无意中卷入的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斗争。谢谢你救了我。萧景琰突然说，打断了他的思绪，若非你挡那一剑，换作是你也会救我的。林小满脱口而出。萧景琰深深地看着他，目光中有太多他读不懂的情绪。最终他俯身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，好好休息，我晚些再来看你。这个轻如蝶翼的吻让林小满心跳如鼓，他呆呆地看着萧景琰离去的背影，直到门关上才回过神来。他抬手摸了摸被吻过的地方，傻傻地笑了。也许穿越到这个时空并不全是坏事。门外，萧景琰并没有立刻离开，他靠在墙上，闭眼深呼吸，试图平复胸腔中那股陌生的悸动。林小满那句我喜欢你在他脑海中回荡，让他的心跳彻底失控。殿下，沉默悄声走近，陛下还在等您回话。萧景琰睁开眼，又恢复了那副冷静自持的模样。走吧。但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玉佩，那是他母妃留下的唯一遗物，从未让任何人触碰过的珍宝。林小满的伤好得很快，自从那日他为萧景琰挡箭后，太子府上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春桃看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，沉默不再冷着脸，就连一向严肃的老管家也会对他微笑。而萧景琰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探望他，虽然停留时间不长，但眼中的关切藏也藏不住。这天清晨，林小满终于获准离开房间活动。他伸了个懒腰，深吸一口带着花香的空气。太子府的花园美得不像话，各种他叫不出名字的花卉竞相绽放，假山流水间点缀着精致的亭台。姑娘伤刚好，别着凉了。春桃拿着一件淡粉色的披风追上来。谢谢。林小满系上披风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对了，太子府有藏书的地方吗？我想找些医书看看，既然顶着药王谷传人的名头，总得装得像样点。
而且他对太医令看到戒指时的异常反应很在意，想查查有没有相关记载。有的，太子殿下有个很大的古籍室，春桃指向西侧一座2层小楼，不过平时不准外人进入。我带你去看看。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。林小满转身，看见萧景琰不知何时站在了回廊下。他今天穿了一身月白色的长服，黑发用一根玉簪松松挽起，比平日少了几分威严，多了些儒雅气质。殿下，春桃慌忙行礼。伤好了。萧景琰走到林小满面前，目光在他肩上扫过。已经不疼了。林小满下意识摸了摸右肩。太医令的医术确实高明，伤口愈合得很好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。跟我来。萧景琰转身向西侧小楼走去，林小满赶紧跟上。小楼外看起来朴素无华，推门进去却别有洞天。1楼是宽敞的书房，4壁书架直抵天花板，摆满了竹简和线装书。2楼则是更为私密的藏书室，需要爬一段陡峭的木梯才能上去。这里是我平日看书的地方。萧景琰领着他上了2楼，医书在那边角落。林小满惊叹地环顾四周，2楼比1楼更加精致，临窗摆着一张红木书案，上面摊开几本书和未干的笔墨，显然萧景琰经常在这里办公。东侧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类典籍，西侧则是一些看起来更为古老的卷轴。你可以随时来看书，萧景琰说，但不要乱动其他东西。真的？林小满惊喜地问。谢谢殿下。景琰，他纠正道，私下叫我景琰。林小满耳根一热，低头假装整理衣袖，以掩饰脸上的红晕。景琰。萧景琰嘴角微微上扬，转身走向书案。我要处理些公文，你自己找书看吧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林小满沉浸在古籍的海洋中。他先翻了几本医书，里面晦涩的古文和陌生的药材名看得他头晕眼花。正当他准备放弃时，一本破旧的《山海异闻录》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这本书记载了许多奇闻异事，其中有一章专门讲述各种神秘器物。林小满随手翻看，突然一页插图让他呼吸一滞，那上面画着的图案与他手上的戒指花纹几乎一模一样。插图旁的注解已经模糊不清，只能辨认出时空、门扉等零星字样。林小满心跳加速，急忙翻到下一页，却发现后面几页被人为撕掉了。怎么会？他小声嘀咕，不死心地继续往后翻。在书的最后，他发现了一张夹在里面的泛黄地图，上面标注着一个名为药王谷的地方，周围画着与戒指上相同的花纹。找到有趣的东西了。萧景琰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，林小满吓得差点把书扔出去。他慌忙合上书，却来不及藏起那张地图。这时萧景琰拿起地图，眉头微皱，药王谷的地图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书里夹着的。林小满结结巴巴地说，我就是好奇。萧景琰仔细查看地图，表情渐渐变得严肃。这地图至少有几十年历史了，传说中的药王谷早已荒废，没人知道确切位置。真的存在？林小满瞪大眼睛，我还以为是你随口编的。药王谷确实存在过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。太医令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林小满手中的书。那里曾是医者圣地，直到30年前一场大火。萧景琰明显不悦，太医令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？老臣奉皇后之命来查看林姑娘的伤势。太医令行礼道，眼睛却一直没离开林小满。没想到在此遇见。他的目光移到林小满右手上，那枚银戒指在阳光下泛着微光。太医令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。姑娘，这戒指，他声音颤抖，可否借老臣一观？林小满下意识捂住戒指，这是家传之物。够了，萧景琰冷声打断，太医令若是来看伤的，就看伤，其他事不必多问。太医令这才收回目光，恭敬的行礼，是老臣唐突了。他转向林小满，姑娘伤势恢复得如何？
检查过程中，林小满能感觉到太医令的视线不断瞟向他的戒指。这位老人似乎知道些什么关于戒指，关于药王谷，也许还关于他的穿越。检查完毕，太医令告辞离去，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小满一眼，姑娘若有任何异常感觉，随时可来找老陈。萧景琰盯着太医令离去的背影，眉头紧锁，他今日行为古怪。他一直对我的戒指很在意。林小满犹豫了一下，决定部分坦白，其实这戒指是我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得到的。萧景琰拿起他的手，仔细端详那枚戒指，花纹确实独特。你从何处的来？如果我说林小满咬了咬唇，是从一具尸体上取的，你会觉得我很可怕吗？萧景琰挑眉，尸体？我以前的工作经常接触死者。林小满半真半假地说，这戒指戴在一个女尸手上，我碰了一下，就到了这里。他没敢说自己是从未来穿越来的，那太荒谬了。萧景琰若有所思，听起来像是某种传送法器，古籍中确有记载，不过极为罕见。他竟然相信了。林小满又惊又喜，所以你觉得这戒指能带我回去？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萧景琰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松开他的手，声音变得疏离，你想回去？林小满不知如何回答。他确实想念现代生活，但想到要离开萧景琰，心里就像被揪住一样疼。药王谷，萧景琰突然说，传说那里有能实现任何愿望的时空之门，若你想回去，或许可以去那里找找线索。林小满心头一震，时空之门，难道那就是他穿越的关键？你知道药王谷在哪？他急切地问。萧景琰摇头，那张地图不全。不过他顿了顿，我母妃生前曾提过药王谷，她的一些医书和笔记还在故居保存着，也许有线索。能让我看看吗？林小满眼睛发亮。萧景琰沉默良久，最终点头，明日我带你去。那里一般不让人进。从他的表情看，这个决定非同小可。林小满突然意识到，萧景琰是在为他破例。谢谢，他轻声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萧景琰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，转身回到书案前继续办公。但林小满注意到，他的耳尖微微泛红。午后，林小满正在自己房里研究那张残缺的地图，春桃急匆匆跑进来，姑娘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娘娘突发疾病，太子殿下命您即刻进宫。林小满惊讶地抬头，为什么叫我？有太医在啊。听说是殿下特意点的名。春桃一边说一边翻箱倒柜找合适的衣服，快换衣裳吧，马车都备好了。1刻钟后，林小满坐在前往皇宫的马车上，心乱如麻。皇后生病关他什么事？他又不懂医术，虽然靠着现代知识蒙混过关几次，但真要治病可不行啊。皇宫比上次来时更加肃穆，侍卫和宫女们行色匆匆，脸上带着忧虑。林小满被直接带到了皇后的寝宫，门外已经跪了一地太医。萧景琰和几位皇子公主站在内室门口，表情凝重。殿下，林小满小声唤道。萧景琰转头看到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，来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。林小满紧张地说，我治不了病啊。皇后昏迷不醒，太医束手无策。萧景琰压低声音，我想到你曾提过的心肺复苏术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他确实在某次闲聊时提过这个现代急救技术，没想到萧景琰居然记住了。那得看具体情况。他硬着头皮说，我能先看看皇后吗？内室里，皇后躺在华丽的凤床上，面色苍白，呼吸微弱。太医令正在为她把脉，看到林小满进来，明显愣了一下。殿下，这不合规矩。一位年长的太医抗议道。闭嘴！萧景琰冷声喝道，救人要紧。林小满小心地走到床前，观察皇后的症状，嘴唇发紫，呼吸浅快，额头冒冷汗，这看起来像是心肌梗塞。他脱口而出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我是说心脉淤堵之症。姑娘有何高见？
太医令问，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林小满回忆着现代急救知识，首先解开娘娘的衣领，让她呼吸顺畅。然后有没有硝酸甘油？我是说活血化瘀的速效药。太医们面面相觑，太医令却突然从药箱中取出一个小瓷瓶，此乃通心丹，可速通心脉。林小满接过瓷瓶，闻了闻，味道有点像硝酸甘油。他不确定剂量，只好倒出一粒小药丸，在太医令指导下放入皇后舌下。还需要他四下张望，看到桌上的茶壶，找个罐子装热水，敷在娘娘心口。一阵忙乱后，皇后的呼吸渐渐平稳，脸色也好转了些。林小满又指挥宫女们轮流为皇后按摩手脚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娘娘的脉象平稳了，太医令惊喜地宣布。寝宫内一片欢腾。林小满长舒一口气，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都湿透了。萧景琰站在他身侧，眼中满是赞许。做得好，他低声说，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，这个微小的亲密举动让林小满心头一暖。皇帝闻讯赶来，对林小满大加赞赏，当场赐了他一块可自由出入宫禁的腰牌。太医令看他的眼神更加复杂了，几次欲言又止。离开皇后寝宫时，天色已晚。林小满和萧景琰并肩走在公道上，四周安静的只有他们的脚步声。今天谢谢你，萧景琰突然开口，若非你，皇后凶多吉少。我只是碰巧知道这种病的急救方法。林小满谦虚地说，随即想起一事。对了，太医令给的通心丹成分是什么？据传是药王谷的秘方。萧景琰淡淡道，太医令年轻时曾在那里学医。林小满心头一震，他是药王谷的人。30年前药王谷大火，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。萧景琰看了他一眼，你似乎对药王谷很感兴趣。林小满不知如何回答，他既想找到回家的方法，又害怕真的找到，因为那意味着要离开萧景琰。我只是好奇，他最终这样说。萧景琰没有追问，两人沉默地走到宫门口，马车已经等在那里。就在林小满准备上车时，萧景琰叫住他，明日辰时，我带你去母妃故居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林小满心头一颤。他知道这对萧景琰意味着什么，那是他最私密的空间，最珍贵的记忆。好，他郑重地点头。回府的路上，林小满一直想着药王谷、戒指和太医令。如果太医令真是药王谷的人，他一定认识这枚戒指。也许他能帮他解开穿越之谜。但同时，另一个念头不断浮现，他真的想回去吗？马车刚停在太子府门前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一名侍卫飞身下马，跪在萧景琰面前，殿下，陛下急召。何事？萧景琰皱眉。北境急报，戎族异动。侍卫压低声音，还有丞相大人提议联姻之事，陛下要您即刻定夺。联姻？林小满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。萧景琰要娶妻了？萧景琰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，知道了。他转身要走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林小满。月光下，他的眼神复杂难辨。回去休息，明日照旧。说完，他翻身上马，带着侍卫疾驰而去，留下林小满一人站在府门前，心如刀绞。联姻？是啊，他可是太子，将来要当皇帝的，娶妻生子，巩固政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而他呢，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穿越者，连这个时代的人都算不上。林小满浑浑噩噩地回到房间，连春桃跟他说话都没听见。他机械地洗漱更衣，躺在床上盯着帐顶发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棂上，如同林小满纷乱的思绪。一道闪电划过夜空，照亮了整个房间。林小满惊愕地发现，窗外站着一个人影。谁？他吓得坐起身。是我，熟悉的声音传来。萧景琰。林小满赶紧开窗。
他浑身湿透地站在雨中，黑发贴在苍白的脸颊上，眼中燃烧着他看不懂的情绪。景琰，你怎么？我不想娶她。萧景琰直接打断他，声音沙哑，什么丞相之女，什么政治联姻，我不在乎。林小满心跳如鼓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萧景琰翻窗而入，浑身滴着水站在他面前，目光炽热的几乎要将他灼伤。我告诉父皇，北境之乱我会用武力平定，不需要靠联姻。他一字一句地说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击中林小满的心脏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为他拒绝政治联姻的男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萧景琰向前一步，两人的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。林小满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雨水顺着萧景琰的下巴滴落，他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擦，却被他一把抓住手腕。小满，他低声唤道，另一只手抚上他的脸颊。我。一道惊雷突然炸响，震得窗棂嗡嗡作响。两人如梦初醒，萧景琰猛地松开手，后退一步。我失态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又恢复了那副克制的模样。明日我来接你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翻窗离去。林小满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冲上去拉住他的衣袖。等等，你全身都湿透了，会生病的。萧景琰回头看他，眼中的情感几乎要溢出来。你在乎吗？当然在乎。林小满脱口而出。萧景琰的眼神瞬间柔和下来，他轻轻握住他的手，放在唇边一吻。等我。这个简单的动作比任何甜言蜜语都令人心动。林小满看着他消失在雨幕中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一夜，他辗转反侧，脑海中全是萧景琰湿漉漉的身影和那句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他说的是他吗？雨一直下到天亮才停。林小满顶着2个黑眼圈起床，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等着萧景琰来找他。辰时刚到，萧景琰如约而至。他换了一身素净的白色长袍，看起来比平时更加俊逸出尘，只是眼下也有淡淡的青涩，显然也没睡好。准备好了？他问，声音比平时柔和许多。林小满点点头，跟着他穿过几道回廊，来到太子府最深处的一个独立院落。这里明显常年有人打扫，却鲜少有人来，处处透着一种静谧的哀伤。母妃去世后，这里一直保持着原样。萧景琰推开主屋的门，我偶尔会来坐坐。屋内陈设简朴典雅，书架上摆满了医书和诗集，窗边的琴案上放着一把古琴，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。你母妃是个怎样的人？林小满轻声问。萧景琰的眼神变得温柔，他医术很好，心地善良，经常偷偷给宫外的穷人看病。他走到书架前，取下一本手札，这是他的笔记，里面有些关于药王谷的记载。林小满接过手札，小心翼翼地翻开，扉页上提着娟秀的字迹，医者仁心，济世为怀。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医案和药方，偶尔穿插些生活随笔。这里，萧景琰帮他翻到某一页，指着一段文字。林小满凑近阅读，药王谷有时空之界，相传可穿梭古今，然需付出代价。谷中长老言，非有缘人不可得。他倒吸一口冷气，下意识摸向手上的戒指。萧景琰的目光也随之落在上面。你的戒指，他缓缓道，和母妃描述的时空之界很像。你觉得我就是用这个穿越来的？林小满声音发颤。萧景琰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翻到另一页，母妃还写道，时空之界会选择主人，通常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。使命？什么使命？不知道。萧景琰摇头，但母妃相信一切皆有因果。林小满陷入沉思，如果他的穿越不是意外，那是什么因果？什么使命？难道和萧景琰有关？景琰，他犹豫着开口，如果我真的能找到回去的方法，你会？萧景琰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他沉默良久，最终只是轻轻拿过手札放回书架。我带你来看这些，是因为答应过你，至于其他你自己决定。
他的语气平静，但林小满能感觉到其中的克制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。殿下，沉默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陛下急召。戎族已攻破北境3城。萧景琰的表情立刻变得冷峻。知道了，他转向林小满，我得走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看书，但不要带走任何东西。等等，林小满拉住他，你会平安回来的，对吧？萧景琰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突然伸手将他拉入怀中，紧紧抱了一下，等我回来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抱让林小满心跳如雷。还没等他回应，萧景琰已经松开手，大步离去，留下他一人站在满是书香的房间里，怀中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林小满轻抚着手上的戒指，思绪万千。如果这真是时空之戒，如果他真的能找到回去的方法，他该如何选择？窗外的阳光透过纱帘洒进来，为静谧的房间镀上一层金色。林小满翻开萧景琰母妃的手札，继续寻找关于药王谷和戒指的线索。无论未来如何，至少现在，他想更了解这个世界，更了解他。萧景琰离京的第7天，北境传来捷报，太子率军大破戎族，收复失地。捷报传到太子府时，林小满正在研读萧景琰母妃的手札，闻言松了口气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些许。然而他的喜悦没能持续多久。当天深夜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太子府的宁静。林姑娘，林姑娘，沉默的声音伴随着剧烈的敲门声传来。林小满披衣起身，刚打开门，就被沉默惨白的脸色吓到了。他铠甲上沾满血迹，眼中布满红丝，显然是一路疾驰而归。怎么了？林小满心头涌上不祥的预感。殿下呢？殿下重伤。沉默声音嘶哑，军中医官束手无策，殿下昏迷前命我速带您前往。林小满双腿一软，扶住门框才没跌倒。怎么会？捷报不是说那是殿下安排的？沉默痛苦地说，实则我军虽胜，但殿下未救一小兵，中了毒箭。太医令说，只有药王谷的秘术或许能救。林小满脑中嗡嗡作响。萧景琰重伤，濒死。那个总是强大冷静的萧景琰。等我一下。他转身冲回房内，抓起医药包和那本手札，又犹豫了一瞬，将一直戴着的银戒指也摘下来放进荷包。马车在夜色中疾驰，林小满紧握荷包，祈祷着萧景琰能坚持住。沉默告诉他，萧景琰中的毒与之前他挡下的那支箭相同，都是药王谷独有的7日罪，只是剂量更大。殿下一直把亵毒丹带在身上，沉默说，中毒后立刻服下，才撑到现在。林小满鼻子一酸，那所谓的药王谷解毒丹，其实是萧景琰母妃留下的遗物，他一直舍不得用，却在他中箭时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。3天3夜的疾驰后，他们终于抵达北境大营。林小满跳下马车，不顾双腿麻木，跌跌撞撞地跟着沉默奔向主帅大帐。帐内药味浓重，几名军医围在床边，个个面色凝重。太医令正在为床上的人施针，听到动静回头，看到林小满时明显松了口气。姑娘来了就好，他让开位置。林小满一步步挪到床前，心脏几乎停跳。床上的萧景琰面色灰白，嘴唇泛紫，呼吸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。他赤裸的上身缠满绷带，右肩处渗出黑红色的血迹。殿下，他轻声唤道，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萧景琰没有反应。林小满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转向太医令，具体伤情。箭伤在右肩，毒已攻心。太医令低声道，若非殿下内力深厚，又有解毒丹延缓毒性，恐怕有办法吗？林小满直接问。太医令犹豫了一下，目光落在他腰间的荷包上，姑娘可戴了那枚戒指？林小满心头一震，下意识按住荷包。你怎么知道？老臣早年曾在药王谷学艺。太医令示意其他人退下，等帐内只剩他们3人，才继续道，那枚时空之戒是药王谷圣物，30年前随谷主之女一同失踪，没想到会在姑娘手上。
林小满瞪大眼睛，谷主之女。萧景琰的母妃太医令语出惊人，她也是天命之人，和你一样来自异世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劈在林小满头顶。萧景琰的母妃是穿越者，那萧景琰知道吗？戒指会选择真正需要他的人。太医令继续道，他带你来到此世，必有其因果。如今或许只有他能救殿下。林小满颤抖着取出戒指，怎么用？以血为媒，以情为引。太医令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但代价巨大，使用后戒指力量将耗尽，你再无可能回到原世。这句话如重锤击中林小满胸口。永远留在古代，放弃现代的一切，他的家人、朋友、工作，还有便利的生活，熟悉的科技。他看向昏迷不醒的萧景琰，想起雨中那句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想起临行前那个克制的拥抱。没有犹豫太久，林小满擦去眼泪，将戒指戴在萧景琰手上，告诉我具体步骤。太医令指导他将戒指贴在萧景琰心口，然后割破自己的手指，让鲜血滴在戒指上。随着鲜血渗入，戒指开始发出微弱的荧光。现在想着你最强烈的愿望，太医令说，戒指会回应真心。林小满闭上眼，紧紧握住萧景琰的手，脑海中全是他的一颦一笑，他批阅奏折时微皱的眉头，他教他写字时温暖的掌心，他在雨中告白时炽热的眼神。活下来，他喃喃低语，求你活下来。戒指的光芒越来越强，逐渐笼罩两人全身。林小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仿佛灵魂被抽离体外。无数画面在脑海中闪回，他第一次见到萧景琰时的惊吓，他为他挡剑时的剧痛，他们在月下长谈时的安宁。啊！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从手心传来，林小满忍不住痛呼出声。戒指变得滚烫，荧光暴涨到刺目的地步，然后啪的一声脆响，戒指裂成了两半，光芒瞬间消失。林小满虚脱般跌坐在床边，大口喘息。太医令急忙上前检查萧景琰的状况，随即面露喜色，毒退了，脉搏也强了。林小满勉强撑起身子，看向萧景琰，他的脸色确实好转了些，嘴唇也不再发紫。他颤抖着伸手探他的额头，温度也降下来了。他会没事的，对吗？他虚弱地问。太医令点头，多亏姑娘。不过他看向那枚已经碎裂、失去光泽的戒指，时空之戒的力量耗尽了。林小满拾起两半戒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回到现代了，但同时萧景琰会活下来。这个交换值得。姑娘好生休息。太医令递给他一杯热茶，殿下需要时间恢复，老臣去熬药。太医令离开后，林小满趴在床边，疲惫不堪地睡去，手中仍紧握着那枚破碎的戒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感到有人轻轻抚摸他的头发，顿时惊醒。抬头一看，萧景琰已经醒了，正用那双漆黑如墨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他。景琰，他惊喜地坐直身体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像是被10匹马踩过，萧景琰声音沙哑，却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沉默告诉我，是你救了我。林小满眼眶发热，点点头，太医令帮忙，还有你母妃留下的戒指。萧景琰看向他的手，它碎了。林小满摊开掌心，两半戒指静静躺在那里，已经毫无光泽，用它救了你的命。萧景琰的眼神变得极为复杂，这意味着我回不去了。林小满轻声说，但我不后悔。萧景琰突然挣扎着坐起身，不顾伤口疼痛，一把将他拉入怀中。小满，这个拥抱紧得几乎让他喘不过气，他能感觉到萧景琰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他埋手在他颈间，呼吸灼热。为什么为我放弃回家？因为林小满靠在他肩上，泪水浸湿了他的衣衫。没有你的地方不是家。萧景琰松开他，双手捧住他的脸，额头抵着他的，我发誓此生绝不负你。他的眼神如此炽热，让林小满心跳如鼓。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呼吸交融。就在双唇即将相触的一刻，帐外传来一阵嘈杂声，
太子殿下，陛下派御医来了。陈默在门外高声通报。萧景琰叹了口气，依依不舍地松开林小满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小满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萧景琰。他的恢复速度快得惊人，太医令说这得益于戒指的神奇力量。7日后，萧景琰已经能下床走动了。北境战事已定，大军准备班师回朝。启程前夜，萧景琰带着林小满来到营地附近的小山坡上，眺望满天繁星。母妃曾告诉我，她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。萧景琰突然开口，他说那里有会飞的铁鸟，千里传音的小盒子。我那时以为他在讲神话。林小满心头一跳，你知道他是穿越者？萧景琰看向他，以前不确定，直到遇见你。你们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思维方式，那些奇怪的知识，还有对生命的尊重。他轻轻握住他的手。母妃临终前说，他来此世是为了改变一些事，遇见一些人，包括我父王，包括我。他说这是他的使命。使命，林小满喃喃重复。太医令告诉我，时空之界会选择真正需要他的人。萧景琰凝视他的眼睛，小满，也许你来到此世也有你的使命。林小满想起自己作为入殓师的工作，想起为死者保留最后尊严的坚持，想起萧景琰母妃手札上医者仁心的题词，也许他的使命就是用自己所学，在这个时代帮助更多人。我不知道，他诚实地说，但如果这是我的使命，我很高兴他让我遇见了你。萧景琰微笑，在星光下吻了吻他的指尖。回京后，我会向父皇请旨，立你为太子妃。林小满瞪大眼睛，可我只是个来历不明的。你救了皇后，救了我，医术得到太医令认可。萧景琰打断他，更何况他凑近他耳边，温热的气息让他耳根发烫。我已经告诉父皇，非你不娶。回京的路上，萧景琰不顾旁人眼光，坚持与林小满同乘一辆马车。他处理军务时，他就安静地在一旁看书，他累了，他就为他按摩太阳穴。两人之间的默契与亲昵，让随行的将士们都忍不住微笑。然而，就在距离京城还有1日路程时，变故突生。当晚扎营后，林小满正在整理药材，突然感到右手掌心一阵刺痛。他摊开手掌，惊讶地发现掌心浮现出一道淡淡的银色纹路，与戒指上的花纹一模一样。这时他疑惑地触摸那道纹路，不痛不痒，仿佛天生就长在那里。太医令被请来查看，见状大惊，戒指的力量融入了姑娘体内。什么意思？萧景琰紧张地问。老臣也是第一次见。太医令仔细检查林小满的手，似乎是戒指认主后，即使破碎，力量仍与主人同在。理论上，当时空之门再次开启时，林小满心头一跳，我还能回去？太医令犹豫了一下，老臣不确定，但姑娘现在有了选择的机会。当那一刻来临时，萧景琰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林小满急忙握住他的手，我不会。不。萧景琰打断他，声音坚定，如果真有机会，你应该好好考虑。我不想你将来后悔。他的话让林小满既感动又心疼。这个骄傲的太子，宁愿自己承受痛苦，也不愿束缚他的选择。回到京城后，萧景琰果然向皇帝请旨立妃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皇帝爽快地答应了，还称赞林小满医术高明，品行端淑，是太子良配。婚礼定在3个月后。这期间，林小满正是以药王谷传人的身份在太医院任职，将现代医学知识与古代医术结合，创出了许多新颖的治疗方法。他特别注重卫生观念推广和急救技术培训，很快在医者中树立了威望。而萧景琰则开始着手改革朝政，减轻赋税，整顿吏治。他经常与林小满讨论政策，他的现代视角常常给他带来启发。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然而，林小满掌心的银纹始终是个未解的谜。有时深夜醒来，他会盯着那道纹路发呆。如果真有回去的机会，他该如何选择？婚礼前1周，林小满被皇后召入宫中。
令他惊讶的是，皇后屏退左右，交给他一封泛黄的信笺。这是景琰母妃临终前托我保管的。皇后柔声道，她说，若有朝一日遇到另一位天命之人，就将此信交给他。林小满双手接过信笺，心跳加速。回到太子府，他迫不及待地拆开阅读。亲爱的同行者，当你读到这封信时，我已不在人世，但请相信，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。时空之界会选择那些在两个世界都有未完成使命的人。对我而言，是挽救这个王朝的命运，养育景琰成为明君。对你而言，答案在你心中。无论留下还是回去，都是正确的选择，只要遵从本心。记住，爱是超越时空的力量。你的前辈林雨晴。林小满读完信，泪流满面。原来萧景琰的母妃也姓林，也是穿越者，而她在这个时代的使命，或许就是辅佐萧景琰，用现代知识造福百姓。婚礼当日，整个京城张灯结彩。林小满身着华丽的凤冠霞帔，在百官见证下与萧景琰行3拜之礼。当两人共饮和饮酒时，萧景琰借着宽大袖袍的遮掩，轻轻捏了捏他的手心，眼中满是柔情。洞房花烛夜，待众人退去，萧景琰小心翼翼地为林小满取下沉重的凤冠，手指温柔地梳理她的长发。累吗？他轻声问。林小满摇摇头，仰头看着他俊美的脸庞。景琰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他将自己掌心的银纹变化和皇后的信一一道来。萧景琰听完，沉默良久，最终只是轻轻拥他入怀。我说过，你应该有选择的权利。但我已经选择了。林小满抬头看他，就在这里，在你身边。萧景琰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。真的？即使有机会回去，现代没有你。林小满微笑，而这里有我的爱人，我的事业，我的新生活，这就是我的家。萧景琰的吻落下时，林小满闭上眼睛，全心回应。在这一刻，他感到掌心的银纹微微发热，然后逐渐淡去，最终完全消失，戒指的力量彻底消散，他的选择已成定局。1个月后，当林小满在太医署授课时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。太医令为他把脉后，露出了然的笑容，恭喜太子妃，是喜脉。当晚，萧景琰得知这个消息，激动地将林小满抱起转了好几圈，完全不顾太子威仪。他贴在林小满尚且平坦的小腹上，轻声说，谢谢你留下来。林小满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心中无比安宁。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那枚破碎的戒指被他做成了吊坠，时刻戴在颈间，不仅是爱情的象征，更是他穿越时空的见证。偶尔夜深人静时，他会想起现代的生活，但看着身边熟睡的萧景琰和日益隆起的腹部，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。正如信中所说，爱是超越时空的力量。而他，在这个不属于他的时代，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和最美好的爱情。